6月17号，菲律宾再次非法闯入仁爱礁临近海域，并且蓄意制造碰撞事件。在中方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事情真相后，菲方不仅狡辩，而且还到处卖惨，抹黑中国海警的执法行动。对此，中方不仅发布登船检查的现场画面以正视听，外交部还一连2天进行回应，指出菲方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在中方发布17号的执法画面后，菲律宾在国际社会开启新一轮卖惨行动。多家非媒引述所谓消息人士报道称，菲方此次的运捕行动被中方的反制挫败，并付出7人受伤、1人断指、8枪被缴、1船破损等代价。非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布劳纳19号则指责中国海警是所谓非法登船，要求中方归还其枪支和装备并赔偿损失。在这场菲方特意举办的发布会上，布劳纳多次刻意强调菲方人员赤手空拳。对于菲方携带的枪支，布劳纳辩解称是为驻扎在坐滩军舰马德雷山号上的非军士兵准备的。菲律宾媒体报道透露，菲军方还要求菲方船员不得在冲突中显示该枪支，可见其是故意要营造冲突中的弱者形象。此外，演戏演全套，布劳纳甚至还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将一枚勋章别在了一位受伤的海军军官身上。对于菲律宾军方称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登上菲律宾船只并收缴了菲方枪支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回应表示，菲律宾不顾中方劝阻，执意侵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中国海警现场采取的执法措施专业克制，旨在拦阻菲方的船只非法运捕，没有对菲方的人员直接采取措施。20号，针对相关问题，林健再次回应表示，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主权，合法合理，专业克制，无可非议。菲方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菲方此次行动根本不是什么人道主义物资补给，菲方的船只不仅夹带建筑材料，还偷运武器装备，故意冲撞中方的船只，非人员还对中方的执法人员泼水、投掷物品等。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敦促菲方立即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否则后果自负。针对菲方的最新运捕行动，外界还关注到一个细节。菲媒披露，菲方此次行动由非武装部队主导，非海岸警卫队只负责提供秘密支持，非海军的特种作战大队也参与了此次任务。非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列拉早些时候甚至公开表示，此次补给任务纯粹是一次军事行动，菲方的相关调整意味着菲律宾政府试图升级局势，由海上军事力量而不是海上执法力量参与到对仁爱礁的侵权行动。从菲律宾国内的角度来看，其重要的一个推手呢，就是菲律宾的军方，因为菲律宾的军方呢，也要力主所谓要在南海地区呢对华采取这种强硬的姿态。那么此轮的整个南海紧张局势的升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暗合了菲律宾军方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这种所谓的主张。中国海警在此次行动中首次对非运捕船只进行登临检查，也引发外界关注。中方19号公布的中国海警执法现场画面显示，中国海警出动橡皮艇和冲锋舟，以前后夹击的方式强制驱离菲军的运捕小艇。此外，中国海警执法人员还登临菲军的运捕硬壳充气艇开展检查工作，并在菲方小艇上搜出防弹衣等物品，部分菲方人员配合检查。而菲方运捕船上所搭载的相关物品，无论是加固船体的建筑材料，还是可能威胁到中国海警执法安全的枪支弹药，都在中方依法进行检查的范围之内。中国海警此次行动中，除了登临检查外，还有警告阻拦和强制驱离这2项管制措施。深圳卫视注意到，强制驱离这一表述是第一次出现，与单纯的驱离相比，强制驱离一词所代表的执法力度显然要大得多。而从中方发
布的现场执法图上可以清晰看到，菲方运补船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船，蓄意制造碰撞事件，中方选择强制驱离，也是根据现场情况做出的合理选择。针对菲律宾屡屡在国际舆论场卖惨博眼球的做法，中方继续发布有关影像以正视听。中国海警20号通过《环球时报》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中国海警近日在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行动期间，在菲方非法坐滩军舰周边夺回了日前被菲方盗走的中国渔民布设的渔网，并向中国渔民归还菲方盗窃赃物。自5月15号开始，菲方人员多次对中国渔民所放渔网实施破坏。据统计，总长超2000米的中国渔民所放渔网遭到破坏，多张渔网被切割，累计超过100米的渔网被盗走。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人员还使用偷来的渔网在仁爱礁西湖内捕鱼以补充食材。菲方的偷盗行为破坏了中国渔民的正常渔业行为，使中国渔民遭受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中国渔民的生计。实际上，菲律宾在南海以各种方式挑衅，离不开美国在背后撑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通电话时，再次无理指责中方，重申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承诺。Stand by our Philippine allies. 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在社交网站上发文配合炒作这一话题时，只抹黑中国，却对菲律宾试图运补建筑材料等非人道主义物资的行为只字不提。事实上，在外界担忧中欧贸易战或将升级的关键时刻，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布消息指，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计划于21号到23号访华。根据德方披露的行程安排，哈贝克此次访华期间将与中方讨论双边关系、当前的经济、能源和气候政策问题等。除了北京，他还将访问上海和杭州，参访位于上海的宝马汽车研发中心，在杭州与大学生交流讨论，并参观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总部。哈贝克在行前表示，中国是德国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同时，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创新中心以及采购和销售市场，对许多德国企业来说仍然非常重要。与德国总理舒尔茨4月访华时类似，哈贝克此行也将率领一个庞大的德国企业代表团。不同的是，此次与哈贝克同行的代表团主要由中小型企业组成，包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沃斯、金属加工公司肖德、太阳能初创公司恩宝等，涵盖医疗、汽车工业、金属加工、气候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知情德方官员透露，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获得更多关注。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言人就表示，哈贝克访华期间将无法避免地谈到加征关税问题。他不会代表欧盟委员会进行发言或谈判，但将推动探讨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有消息人士称，德方相信在这些关税生效前，仍有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空间，对找到解决方案感到乐观。那么哈贝克副总理他作为德国的这个经济部长，那么也是高度关切当前这个德国经济，德国政府还是要代表着德国企业的这个商业利益。那么实际上呢，这些企业，那么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这种开放的市场，那么包容的这个环境。那么这恰恰是当前那个中国持续扩大开放所能够提供给德国跟欧洲企业的。那么哈贝克总理的这次访问呢，也会进一步的通过德国商界的意愿，向整个欧洲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就是要进一步的拥抱这个中国的市场，互利共赢才是这个中欧在动荡变革期共同应对风险跟危机的正确相处之道。针对欧盟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披露，18号约10家中欧主要汽车企业在北京举行闭门会议，豫方的中方车企强烈呼吁政府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建议考虑对欧洲生产的大排量汽油车提高进口关税。与此同时，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即将携庞大的商业代表团开启访华行程。行前，他发表声明称，中国是德国企业不可或缺的销售和采购市场，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来看报道。
18号当天，共有4家中国车企、6家欧洲车企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代表出席了在商务部举行的这场闭门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人士透露，与会的中方车企和行业协会均表达了对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出材披露的强烈不满，呼吁政府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建议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范围内，对自欧进口的大排量汽油车实施更高的暂定关税。进口关税最高可提升至25%。会上有中国车企透露，欧盟在此次反补贴调查中肆意扩大调查范围，要求中企提供电池配方、原材料供应商及采购信息等核心技术数据与商业机密。如果不提供，则会被欧委会认定为不配合，并最终被定出极高的补贴率。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19号发文称，与其说这是反补贴调查，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新能源车企核心竞争力的一次大摸底，是在假借调查之名行窥探中国技术内幕之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欧洲企业的担忧比中国企业更甚，他们第一时间发声反对欧盟对华加征关税的做法。许多欧洲车企在华已深耕几十年，特别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中国市场一直是其重要的营收来源。以德国汽车巨头大众为例，其与中国合资的2家大型制造商占据中国燃油车市场近20%的份额。在这背景下，中方如果真的对欧洲大排量汽油车采取反制措施，无疑将使这些传统欧洲车企遭遇又一重创。再加上许多欧洲传统车企本身也正处于新能源转型阶段，跟中方在技术上的合作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很多产品都准备销往欧洲和世界各地。参加此次闭门会的欧洲车企就表示，希望中欧双方尽快开启谈判，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升级。对于电动汽车这样领先的绿色产品加征关税，这无疑是损害到了无论是欧盟自身的这种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整个进程，乃至于中欧之间在经贸领域加强互信，那么不断的通过合作来取得成功的这种历史逻辑。那么这个也是无论是德国还是整个欧洲需要逐步去认同的这样一个现实。在结束对朝鲜访问后，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凌晨乘专机抵达越南河内继续访问。这是普京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他第5次到访越南。普京此访继续推进向东看政策，与亚洲国家强化关系、深化合作。20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机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始为期2天的越南国事访问。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越南政府副总理陈洪和等到机场迎接。越南方面高度重视普京来访，而这也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于上月22号正式就任后的重要外交亮相。河内街道挂满越南和俄罗斯国旗，普京专车开往越南主席府，沿途当地学生民众挥舞着俄越2国国旗夹道欢迎。苏林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2人一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双方举行了90分钟左右的会谈。在当天下午的联合发布会上，俄越双方通过了关于深化2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此外，双方同意尽快研究和扩大新能源、清洁能源、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合作。双方愿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促进防务与安全合作。据美联社报道，普京与越南方面签署了扩大在教育、科学技术、油气开采和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的多份协议。双方还同意制定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的路线图。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企业准备与越南进行供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合作。Еще одна многообещающая сфера для расширен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 это мирный атом. На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сооружение во Вьетнаме силами Росатома, Центра ядерной науки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а также подготов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фильных вузах вьетнам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атомщиков. 此次随普京一同访越的有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俄副总理、俄越政府间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俄方主席切尔内申科、司法部长、工业和贸易部长、交通部长、能源部长等多名高级官员。俄罗斯塔斯社认为，
俄罗斯总统的国事访问不仅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而且是外交访问的最高级别，这充分体现了越南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这是普京第5次访问越南，也是他再次就任俄总统后的首次。今年是俄越签署友好关系基本原则条约30周年，普京的来访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越南是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之一，在亚洲具有重要战略位置。长久以来，越南一直维持平衡的外交策略。虽然近年来越南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改善，但从未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队伍。普京此次既有巩固传统友好友谊、拓展东南亚市场、扩大经贸、军工和远东开发等领域合作的意愿，也希望延续俄罗斯向东看政策，寻求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以打破或减轻西方国家对其施加的压力。不过，法新社分析称，河内不太可能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样公开承诺在乌克兰问题上全力支持普京。多年来，越南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任何大国过于紧密，奉行所谓的竹子外交。竹子外交是对越南奉行的外交路线的总结，因为越南的竹子既柔软又坚韧，越南也希望自己的外交政策如竹子一般灵活创新，且不在任何国家之间选边站队。值得注意的是，普京与朝鲜、越南的互动牵动了美国及北约的敏感神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表示，普京访问朝鲜是要争取一些国家提供俄方所需，延续对乌克兰的战事，并警告我们希望确保在必要时能够让其承受代价和后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同一天称，俄罗斯与朝鲜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应促使西方更加团结。他还补充说，由于担心俄罗斯支持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下月的北约峰会会加强同亚太伙伴的交流沟通。在越南前一站，普京高调前往朝鲜，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展开亲密互动，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据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到访朝鲜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赠礼物。金正恩收到了一辆新的奥鲁斯轿车、海军配件和一套茶具。俄方官员称，这是普京送给金正恩的第2辆奥鲁斯轿车。普京也收到了朝鲜准备的厚礼。作为资深爱狗人士的普京，曾饲养多只由保加利亚、日本等多国赠送的拉布拉多、保加利亚牧羊犬、秋田犬。这次朝鲜也展开狗狗外交，金正恩赠送普京2只风山犬。风山犬是朝鲜的国宝之一，是一种拥有乳白毛色、尖耳朵和淡褐色双眼的猎犬，以忠诚和灵敏闻名。朝鲜中央电视台19号也播出了一段金正恩和普京在玫瑰篱笆上与狗玩乐的画面。新加坡联合早报指，这并非朝鲜首次赠送狗给外国领导人。2018年，朝韩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期间，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也从金正恩手中收到2只白色的风山犬。虽然普京在朝鲜停留不到24小时，但此访日程丰富，成果显著。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强调若任何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将提供协助。普京还表示，不排除开展俄朝军事技术合作。金正恩称，两国已升级为同盟关系。朝鲜方面还授予普京朝鲜最高勋章金日成勋章。而他在离开朝鲜时，虽然已是朝鲜的深夜，金正恩仍前往机场送行。赖清德就任1个月来，这位麻烦制造者始终是不甘寂寞。除了在岛内大搞蓝绿对立之外，在民生议题上也是不断掉链子，更是在两岸问题上处处煽风点火，导致台海局势愈发紧张动荡。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在1个月内流失了200万的支持者。上任将满1个月之际，赖清德19号主持记者会，宣布台当局将从气候、健康、防务3个方向成立3大委员会。不过，台湾民众并不领情。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针对赖清德支持度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支持他的比例不到一半。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分析称，和5月相比，赖清德的支持度已下降10个百分点，意味着流失近200万支持者，对赖清德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警讯。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9号表示，这个月来大家最大感受是只看到如同斗鸡一样的民进党主席，这不是台湾之福。他再次提醒赖清德放下权力的傲慢。
意识形态的绑架，会让很多对全民有利的法案没有办法顺利的通过。放下意识形态，放下权力的傲慢。台媒称，赖清德刚刚上台便充分发挥他偏执极端的性格。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就将赖清德形容为赌徒。郭正亮表示，一般来讲，台湾地区领导人刚上任时都会主张蓝绿和解，赖清德却主打斗争，使岛内陷入严重的对立。那个就职演说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我觉得他就像个赌徒了。就是他就要把他的政治信念讲出来，然后明知道会有一些政治啦、军事上的后果，还是要这么做啊。那因为他就赌嘛，你只要没打我就赢了。可是这个当然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可是他没招啊，因为他很难想象他立刻会有这个政绩嘛。国民党籍前民代郑丽文预言，赖清德的声望未来会流失得更为严重。但按照他的性格，民调降越多，他越会杠到底，以证明自己是对的。结果就是降更多，这就是台湾未来4年。第1个月就能够掉10%，这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功力很强啊。但问题是说，这绝对不是谷底，他后面还会掉，而且会越掉越严重。那以赖清德的性格呢，他呢越是民调往下掉，他越不会改。他就越降，他就越要跟你杠到底，他越要证明他是对的，然后他就会掉得更惨。为什么老百姓对他的满意度掉得很快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对他的性格跟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抱有任何的期待了。民调同时显示，台行政部门卓荣泰团队上任首月的施政满意度仅40%出头，在缺电、缺蛋等民生经济相关的问题上，卓荣泰团队毫无作为。台经济部门负责人郭志辉日前谈及电价议题时，甚至还表示，电价不是越便宜越好，不必每房装空调，引发舆论发酵。郭志辉刚说完台湾不缺电，停电事件就频频发生。电够不够？其实这一阵子老百姓管你跳电停电那什么电，就是没有电可以用。怪松鼠、怪老鼠、怪麻雀，就是跳电嘛，讲那么多干什么？即便是民进党内，也有民意代表批评称，台当局的行政立法横向沟通大有问题，就任满1个月却端不出菜，讥讽其为外星人团队。他有不同方向思考，这都正确的。但是，他不能说了干净的河以后，讲了一大堆以后，拍拍屁股说这是他个人的立场。除了民生领域拉胯，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也不断挑起纷争。在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审理过程中，赖清德频繁煽动民进党侧翼及其支持者包围立法机构，导致审理过程中多次爆发肢体冲突，让岛内民众大跌眼镜。最新民调显示，有49.5%的民众认为台立法机构改革对台湾政治有正面帮助。国民党籍民代赖士葆说，禁止官员隐匿说谎，查处贪污，早是社会多数共识。民进党千方百计要阻挡，就是怕被查弊案。过去民进党执政8年，有太多的弊案，大家觉得应该把它查清楚。我们现在有调阅权，可是疫苗相关的资料涂黑的，鸡蛋的部分也是涂黑，甚至于契约都没有。所以老百姓对于调查权这一部分支持度特别高。民进党政府极力来阻止，而且把它政治化，怕被调查。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不仅在岛内操弄蓝绿对立，在两岸关系上也是处处点火，导致台海局势空前紧张。6月16号是黄埔军校100年校庆，赖清德致辞时抛出不接受首战及终战等论调，台湾社会各界纷纷斥责赖清德的话实在太可怕，一副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模样。